大多数茶的话是要喝新的，比如绿茶，那普洱茶可以越陈越香。大家好像基本上都是40岁以后开始在喝老茶。我有些时候玩笑说，实际上我们都是比较老派的人。福建产茶，我们其实从小就喝茶，大缸子泡的茶，那时候茶碗和饭碗是共用的。一个朋友带我去喝龙井茶，我说茶肯定都不好喝了嘛，都是很苦的嘛。但那次喝了龙井以后，口腔非常的甜，我就觉得茶原来是这么神奇的东西。主要的工作的话是普洱茶、老茶的一些收藏。去他那边喝茶，然后认识也有7、8年了。年轻时候呢做设计，慢慢的喜欢喝茶。最古老的有1920几年的，云南最老的茶树有3200年的。大多数人鉴别这个茶好不好需要喝，但是我们其实靠鼻子闻。大家说那我们开来喝不就行了吗？需要通过开来喝去检验它的真假的话，我们常开玩笑一句话就是你已经上当了。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饼的话是1989年第一批的88青饼，它的价格在18万上下这样。饼头比较大，中间的茶字是苹果绿，仿鸽棉状的一个棉纸。老茶里面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东西叫原包，就是没有被打开过。老茶特别是88青，它是非常注重仓储的，只有纯干仓高香的才能叫88青。老茶的话建国以后必须要知道的是88青，50年代的话就是红印。我们一般通过闻干茶去判断它仓储的状态。那这种8分仓储的差不多价值大概在40万人民币吧。近几年的话，应该拍卖最贵的是香港有一家拍卖公司，当时拍了一桶福元仓是2600万港币，1920年的。茶壶在茶这件事情上面，它仅次于水。不同的茶类跟不同的泥料和不同的壶的器型、烧结的温度，都会对一杯茶汤造成一些影响。为什么喜欢老件？有一些好的老件真的能够跨越时空，它居然很多很有趣、很时髦、很现代的。这个6件东西都是康熙时代的，我喜欢把它称之为繁华素件。它有极其繁复的工艺，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却是简练素雅。最贵的应该就是这一只曼生壶，嘉庆的东西，清中时代变成了传播最广的一个东西，它甚至最代表了宜兴窑。这个是明代的，为什么拿这2件一起呢？这是一只乾隆的祝泥壶，但是它学习的也就是这些明代的东西，每个时代的反应肯定都不一样。好像年轻人其实喜欢一些新鲜张扬一些的东西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会喜欢一些沉着的东西。那老茶它就是沉着的、内敛的、克制的，可以在这种快速的节奏里面安静下来，向内去索取，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